出道至今，她拿下众多女演员奖项，就连任达华都夸她演戏有天分。在去年，她被国剧盛典评为2022年度优秀演员。然而，曾经的她却疑似是一位数字小姐。数字小姐是什么？这个词语特指那些从不背台词的女演员，她们凭借着1、2、3、4、5、6和配音蒙混过关。显然，把观众当傻子的女演员一定会引起公愤。此事被毒舌的金姐爆出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圈内有实力的老戏骨们不约而同地斥责这种行为，一些意有所指的言语很快地便将矛头对准颖儿。刘涛称数字小姐是80后，仅凭一句《甄嬛传》里生存不会超过1集。恰巧郑嘉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她那天忘了词。种种一切直接将颖儿推上了热搜榜首。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颖儿出道便顶着穷女郎的身份，还被赋予亚洲第一玉女的称号，如此高的起点还得多亏父母的栽培。颖儿的父母只不过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但是他们对女儿的付出可谓是倾尽所有。幼时的颖儿能歌善舞，父母发现了她的艺术天分后，便立即着手培养。父亲掐灭了烟头，放下了酒杯，全凭蹬着一辆破烂的228大杠去上班。母亲则在双休日做起了兼职。原本做着行政工作的她，在柜台一天下来，双腿早已浮肿不堪。颖儿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栽培，她的琴棋书画、文房四宝可谓是信手拈来，不仅特长丰富，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。但英雄也得有用武之地，不得不说颖儿的父母是有远见的人，他们明白常德这样的小地方远不足以让女儿有更好的发展。于是一个契机的出现推动了命运的齿轮，全国推新大赛正在北京如火如荼的举办。年仅15岁的颖儿孤身一人踏上了比赛的征程，历经20几个小时，转了3趟车之后，她终于抵达了北京。然而她的荷包早已空空如也，没钱填饱肚子的她只能靠精神意志走进了赛场。谁成想她竟然一举拿下了特别新人奖的成绩，老天似乎特别眷顾颖儿。1年之后，她在星界选举上又获得了亚洲组第5的好成绩，只不过年纪限制了她当时的发展。可颖儿却是个头铁的，颖儿认为既然经纪公司觉得她年龄小，那么她就趁着这段时间拼命加强实力。在比赛结束之后，颖儿将投名状一口气寄给了7所艺校。她经常5点钟起床舞剑，为所有的考试做着准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顺利地通过了所有院校的3试，加上文化课的成绩出类拔萃，7所院校中的4所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。中戏、军艺、重庆大学、传音皆是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，一心只想当国际章师妹的她最终选择了中戏。只不过一切远不如她与家人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虽然颖儿的履历和长相都是她最好的简历，一度也被公认为是中戏校花，但免不了的她也得从跑龙套做起。大多数时间她只能是个露脸的群演，偶尔一次接到有台词的角色，也要至少先后场1天。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她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老师看颖儿是个能吃苦且有天赋的孩子，便推荐她出演电影《牛筋》的女主角白菜。能够与国家1级导演康宁合作，无疑是让她坐上了演艺圈的高速列车，这也是让她出道即巅峰的开始。在搭档过范冰冰、刘德凯等人，出演过几部剧集之后，颖儿的出色被身为剧力影视董事的杨紫看中，但即将开启的是一场3角漩涡。都知道黄圣依在与周星驰解约后，摇身一变成为杨紫的枕边人，自然也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娘。可杨紫为了力捧新人的作为，确实令黄圣依心有不满。先不说颖儿与黄圣依的样貌是否有相似度，单凭让黄圣依为其作配，让出戏为这2件事情都足够令她难堪。也难怪那次的发布会上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场景，台上杨紫、黄圣依等主办方正襟危坐，台下媒体焦急的等待，只因身为主演的颖儿迟迟未现身。正当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我是女主角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啊？杨总救我，杨总救我！”门外身着礼服的颖儿被一群安保人员拦住了去路，在试过无数种方式都无果之后，她顾不得什么形象，只能选择在门口大声呼救。有人说这件事可能就是黄圣依给颖儿插足的一个教训，但颖儿却出面辟谣，只是因为和片方没有沟通到位而引发的闹剧，孰真孰假不得而知。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，颖儿和剧力影视哥刨段誉
由自己的母亲充当经纪人，再次踏上了娱乐圈的征程。单打独斗的他日子固然艰难，直到2年后终于迎来了曙光。千山暮雪可谓是颖儿目前为止最出彩的代表作，同时也成为了他抹不去的黑料。戏内他与刘恺威的对手戏令观众直呼上头，不少的 CP 粉一度将二人的感情线刻到了戏外。然而当时的刘恺威早已名草有主，为了不影响杨幂的事业，他与她进行着地下恋情。后来杨幂在当红时公布恋情，导致了人气的下滑。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还有一记重创在等待着他。杨幂与刘恺威官宣1年后，决定步入婚姻。好事的媒体便采访颖儿对2人结婚的看法以及祝福。岂料颖儿直接说道：“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，一定要送给他一个新婚的礼物，而且又即将迎接小宝宝的出世。”这一句直接将杨幂怀孕推上热搜榜首。事后，杨幂的公关团队以与颖儿不熟的名义否认怀孕。颖儿不仅转发该文，并为自己的话说一半道歉，可杨幂的声誉已然受到了损害，刘恺威自然也不会再与她有所往来。颖儿这时无论怎么做都于事无补，原以为颖儿从以上2件事能够明白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然而她却是记吃不记打的那种人。那年颖儿成为唐人旗下的一员，自然也成为了刘诗诗生日会的嘉宾之一。也不知他是无心还是刻意，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激怒了刘诗诗的粉丝。生日会后，颖儿在社交平台发文祝刘诗诗生日快乐，但配图却放出了网友质疑刘诗诗整容的那张图片，这下刘诗诗的粉丝们群起而攻之。在评论区的那些怒骂声下，颖儿不得不删除该篇动态。此后几乎每年都能看到颖儿的低情商糗事。在吴佩慈安心养胎之际，颖儿与其男友差点脸贴脸合照，一时间3人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，逼得吴佩慈只能亲自下场辟谣。此后他还制造了著名的忘记切小号吹彩虹屁事件，尽管删除的够快，但他还是低估了网友的手速。事件发酵了几小时后，还是由公关团队和工作人员背了锅。颖儿大概以为这样就能够混淆视听，殊不知自己早已深陷泥潭。他就像《甄嬛传》里所饰演的夏冬春，屡次仗着自己的后台在华妃面前逾越规矩，最终导致了自己被赏赐了一丈红。颖儿在娱乐圈的口无遮拦也是如此，或许自小的优秀让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讲规矩，但她似乎忘记了做事先做人的道理。明明是很优秀的8五花，却怎么也跻身不到顶流女星的行列里。直到近期，她被家暴登上热搜，因为就在前段时间的热播剧《不完美受害人》中，颖儿在里面扮演一个被家暴的受害者。这部剧以案件为小截面，揭开职场性侵、家庭暴力等恶意事件的脉络。谈及剧中扮演的角色，颖儿直言米茫角色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为了尽可能贴合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真实情况，她做了大量了解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功课。受害者遭受的伤害和折磨，以及他们的无助和痛苦，最终展现了米茫从投降、忍耐到绝望反击的痛苦转变。与颖儿荧幕外的幸福婚姻相反，米茫不断遭受婚姻暴力，忍受丈夫的折磨。为了让自己更适合米茫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形象，颖儿非常依赖角色主义风格。我们必须去掉美丽这个词，让每个人都感觉尽可能真实。她与老师讨论了化妆的细节。剧中米茫的丈夫用啤酒瓶打她，所以米茫的头发里肯定有啤酒瓶残留物，脖子上有晒斑和晒痕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作为剧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颖儿常常需要表现出米茫被虐待后的痛苦和无奈。开拍前1天，她绕着大楼跑了10几圈，实在无法跑步时，她就跟着刘畊宏疯狂的健身，保证第2天片场像被打了一样。于是她提前让朋友给自己打了10个耳光，耳光打在脸上又热又痛，然后去片场用自己的疼痛给角色米茫增添了真实感。颖儿觉得米茫是她近年来玩过的角色中最具挑战性的，但机遇与挑战并存。她也希望不辜负每一次角色，努力为角色做准备，期待让公众在每一次角色中看到她的进步。这次她饰演的角色除了特效化妆之外，更多的还是素颜出镜，曾经纤弱的身材也略微有些浮肿，也能看到她的演技比从前更加成熟。面对强奸她的那个人向她求婚时的恐慌，对男友告别时的声泪俱下，被家暴打得头破血流，诉说自己是如何沦落到如此田地时的懊悔。
在看到自己有望逃离有毒婚姻时，眼里充满希望。不得不说，颖儿将一个复杂的角色演得毫无痕迹。她的表现不知代表了多少社会中遭受如此磨难的女孩子的真实写照。希望她能够好好把握机会，三缄其口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